在古代宫廷剧里，后宫永远是围绕帝王恩宠打转的女人战场。但翻开真实的历史，深宫从来不是情爱的角逐场，而是一场没有退路的终极面试。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前半程，后宫的规矩尚未彻底沦为死板的铁笼，既充满了阶层跃升的传奇，也充斥着皇权最赤裸的利害博弈。在这里，出身微贱的歌姬与舞女可以一夜登天，他们有人成为帝王瓦解门阀的军事同盟，有人成为掏空帝国根基的红颜祸水。他们的家族因皇权而兴，也因皇权而灭。这套充满弹性的体制，在隋唐迎来了它的巅峰与极致。它给了野心家最大的制度缝隙，催生出中国历史上唯一踩碎男权天花板的正统女帝，却也给了依附者最残酷的结局，把倾国倾城的盛世宠妃活活逼死。早期王朝的后宫究竟是一条怎样通往权力巅峰的血路？中国后宫制度缘起于3000年前的西周，在这套体系构想里，后宫从一开始就不是皇帝的私人后花园，而是与前朝外廷相互对应的内廷官僚架构，内外一体，家国同构，奠定了后世千年不变的宫廷根基。这也是历代宫闱女子有机会参与政事的缘由。汉代打破了贵族对后宫位分的垄断，帝国最深的宫闱第一次向平民女子敞开大门。在血统决定阶层的时代，这套不问出身的宫闱规矩，造就了两段走向极端的女性命运。第一个顺应规则登顶的是草根皇后卫子夫。她最初只是平阳公主府的一名歌姬，是公主压住皇权结交帝王的一枚棋子。世人眼中，这是一场麻雀变凤凰的情爱奇缘，本质却是皇权与外戚的精准绑定。卫子夫诞下皇子，稳定国本，一步步登顶后位。他的弟弟卫青，外甥霍去病横扫漠北，成为汉武帝开疆拓土最锋利的军事利刃。卫氏一族的荣耀，既源于帝王的恩宠，也源于他们对帝国的不可替代性。但后宫女性的命运永远与家族深度绑定，家族是他们向上的阶梯，也是最终的原罪。随着卫青、霍去病先后离世，卫氏失去了核心价值，一场巫蛊之祸便将整个家族卷入深渊。这位从底层逆袭，陪伴帝王数十年的皇后，最终以3尺白绫了结一生。赵飞燕、赵合德姊妹没有合法的政治职权，也没有强大的外戚支撑，所有权力全部来自帝王的私人情感。这种权力毫无制度保障，却最容易突破规则边界，酿成统治危机。这对出身微贱的民间舞女，凭借绝色容貌与御心手段，独揽汉成帝的专宠。据后世野史笔记记载，他们为保容貌服用西极丸，以丧失生育能力为代价，换取帝王长久的沉溺。汉成帝暴毙后，西汉国本为之动摇。汉代后宫的残酷就在于，开放的阶级通道可以成就不一传奇，可一旦体制失去约束，
美貌与毫无底线的野心绑定，便能在悄无声息之中葬送一个延绵100年的帝国。更重要的是，吕后、邓太后先后临朝称制，让后世帝王清晰看到，后宫不仅能诞生皇后，更能诞生执掌帝国的女主。这道阴影从此萦绕在所有王朝的统治逻辑里。包容万象的大唐，缔造了中国古代最为宽松自由的后宫生存格局，也铸就了封建王朝后妃命运的极致天花板。可这份无上荣光，在民间却是人人避之不及的劫难。朝廷派出的采选官、花鸟使横行乡里，强行征选女子入宫，每到一处便引得家家仓促嫁女，人心惶惶。这套浸满民间血泪的选拔制度，却为野心家撕开了权力的缝隙。大唐的规则最为现实，门第决定起点，却从来锁不住上限。这里诞生了2位改写历史的女性，也留下了2种完全不同的后宫权力样本。第一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武则天。她虽出身功臣之家，父亲早年经商的底层经历，在关陇门阀眼中不过是乱世攀附的暴发户。这条门第鄙视链直接锁死了他的起点。14岁入宫，仅封5品才人，这是一个进而不贵的微妙位置，既是妃嫔，也是近身女官。武则天没有沉溺于争宠，而是在近身侍从中完成了顶级政治启蒙。后来震动朝野的废王立武，并不是简单的后宫归为斗争。王皇后是关陇世家的代言人，是元老势力安插在中宫的棋子，代表着门阀集团对皇权的牵制。唐高宗李治想要独揽大权，挣脱门阀束缚，武则天便是他最锋利的刀。这场后位更迭，本质是皇权对世家大族的彻底清算。武则天崛起的每一步，都精确卡在政治博弈的微妙间，将制度的缝隙化作踏平门阀的阶梯。大唐的政治传统，让皇后天然具备政治合伙人的身份，而非单纯的帝王配偶。最终，她不仅战胜了门阀，更冲破了数千年男权礼教的最后边界，登基称帝，成为中国帝制史上绝无仅有的存在。大唐后宫的绝唱很快滑向了一个悲剧——杨玉环。她原本是寿王妃，唐玄宗动用皇权，强行剥离她的伦理身份，册封贵妃。文人墨客用无数诗篇，把这段故事美化成超越世俗的千古绝恋。可在政治显微镜下，它是一个被彻底物化的帝国顶级奢侈品。3000宠爱在一身的杨玉环没有政治野心，她只是在这种极致的溺爱中安享着盛世的繁华。直到安史之乱爆发，玄宗皇帝丢下长安，逃亡到马嵬坡。愤怒的禁军杀了宰相杨国忠，大喊着贼本尚在，逼玄宗交出贵妃。那一刻，曾经万人敬仰的老皇帝，在江山与美人之间，毫无犹豫刺下了一条白绫。这就是后宫最赤裸的真相，它从来不是女人的情场。有人靠着制度和手腕夺取属于自己的权利，而有人则用生命向世人证明，所谓荣华全部依附于皇权。
武则天的传奇无法复制，女性称帝成为此后千年王朝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后世的男性统治者赫然发现，后宫不仅能诞生温顺的嫔妃，更能诞生执掌乾坤的女主和动摇国本的红颜。此后的帝王开启了长达1000年的后宫防御战，他们用贞节牌坊做砖，用血统枷锁做铁，试图将女性彻底规训为生育机器、温顺家奴。这场终极面试的规则变得越来越苛刻，也越来越窒息。可人性并不是可以被随意驯服的，无论规则如何改变，后宫的女性从未停止对权力的争夺，对命运的抵抗。这场跨越1000年的对峙，一直持续到封建王朝的落幕。感谢收看，下期继续。